卢县尉，卢县尉，我们拿着喜君小姐做的话，把全县的酒色都问了一遍，一无所获。不过有人看见他在打听长生醉，可最近县城内长生醉供应短缺，要想喝到此酒，只能来云顶仙街了，对吧？是。哎，卢县尉，您不能进去。为什么？这仙街内人来人往的，我为什么不能进？有合约约定的，仙街之内自主管理，凡攻协之人不得入内探查和干涉，更忌便装入内，否则会很麻烦的。何人签下这样的合约？前任县令，那个时候宋县城就在了，还有司马县尉，我记得当时他们3个都很支持此合约。又是这个司马亮。县械官员不得入内，那我想问，身为县尉，他是如何收取税赋的？每个月初1就在云顶仙街的门口。这笔税赋可真不小，县尉看重的很，每回都亲自带着我们来收。那交税之人，必定是仙街的经营者。他是谁？是个叫何玉郎的，私底下跟司马县尉，司马保板关系很好。司马亮卸任之后，他还请过客。我初到云顶，不知道有什么合约。既在云顶城内，身为县尉，有何不能进的？哎，真的不能，卢县尉。此地入夜后有极为残忍的猎杀游戏，契合律法。我听说白天也有买卖奴隶的市场，身为县尉就应该去查这些买卖的奴隶是否有失券。真的不能？你就会这一句话吗？给我让开！我是为了您好啊！您别以为侯府县令每天醉醺醺、稀里糊涂的，可这云顶仙街就是他在官场往上爬的台阶呀。而且我听说这笔生意的后台老板是朝廷中的大人物，就连每天晚上猎杀游戏都是得到都督许可的。都督？可是陆思安，陆都督。正是，陆都督刚到杭州上任之际，就来过一封亲笔信，告知县里，他也知晓云顶仙街的事情，让县里履行合约不得为难。哎呀，既如此，你还真不能进去。费及施恩人也，就算不要这个县尉了，我也要上仙街救老费。咱们现在没有十足的把握，老费一定在里面。再说，你是公协中人，我们不是啊。这样，探仙街交给我。哎，义兄，那儿有家酒铺。没见过，入夜后啊，来这云顶仙街都要戴面具，我也看不见他们的脸呐。这个人啊，年纪不小了，穿得很破旧，嗓门很大。哦，亥时倒是有一个，穿的是邋邋遢遢，一身酒气，吵着要喝长生醉，可是我店里没有啊，他就骂骂咧咧的走了。多谢啊。还真在云顶仙街。这家店的老板叫情夫，吴菜背上的天王像，清溪肩头的芍药，都应出自他手。那我们进去看看。等等，你不能去。为何？你看着就是个书呆子，根本就不像美身之人，进去难免被人怀疑，打草惊蛇。喜君其实也不太像，太乖巧了。要不你们先往前走，我去就来。好吧。
未经邀请，私入里间，见谅了，情郎。你知道我的名字？云顶第一美声高手情夫，若无耳闻，又岂能找到这儿来？你想化身？不然呢？要等些天，最近排满了。我可以晚上来化。晚上？我知道云顶仙阶的规矩，但我相信情郎能保我周全。那就今晚吧。你这么急？我是从杭州专程来的。下月初1，都督府有一场盛宴，邀请我去做剑舞表演，这将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事。你说我能不急吗？好吧，今晚入夜后需戴面具，直接到我的美神殿，不得东游西逛，而且一定要在亥正之前。一言为定。这个人呐，恐怕凶多吉少了。何出此言？这人昨晚亥时来的我店，非要喝长生醉，当时已经醉醺醺的了，我就劝他：“先生，明天早些来可好？”不行，我现在就要喝。哎呀，再过半个时辰，这云顶仙街可是要锁门的。锁了又如何？锁门以后就开始猎杀游戏，你……无妨，快把长生醉给我拿来。要不是他摘了面具，我也不敢这么确定就是他。这种人我见过不少，多是交过定金等着猎杀游戏的，所以我就把酒菜给他上桌，自己赶紧走了。今早我还特意打听来着，没人见着他活着出去，那不就是……不可能，济世公不可能参加猎杀游戏。可亥正时分就关门，参不参加游戏的都一样。义兄，姨妹别急，老费一生救人无数，积了不少功德，不会轻易丧命于此。我与那情夫约好了，入夜后请他美身。入夜后还敢约你来，那就不排除那夜清溪也来过。跟我想的一样，今夜也必问出清溪下落。你们进展的如何？济世公竟真来过这种地方，凶多吉少了。要想找到老费，今夜是最后的机会了。别杀我！别杀我！别杀我！小伙子，你躲在这儿干嘛呢？哦，是想参加猎杀游戏挣赏金？是啊，我想躲在这儿，看有没有人发现我。还好现在是白天，要是夜里，你这辈子都见不到自己的爹娘了，还不赶紧回家去！我爹。别杀我！别杀我！这是你儿子？是。怎么带着孩子来冒这种险？哎，这不是做生意赔了本钱，就想过来碰碰运气，看能不能……我可听说这猎杀游戏每天都死好多人，孩子还小，可不敢心存侥幸啊。生意赔了可以再挣，命没了就啥都没了。快出来！爹，这些钱拿着，带着孩子回去好好过日子。谢谢恩公，谢谢。哎，你们躲在这儿，就没有店家撵你们吗？
店家死了，听说是忘了时辰，这亥正时分还没离开云顶仙街，结果就让杀手给杀了，所以这地方没人管。哎，快带着孩子赶紧走。谢谢师傅，谢谢您。走。快点快点，马上就要拍卖了。如今云顶雅奴可是太抢手了，听说除了身体强壮外，还特别的乖巧，用起来省心。我打算多买几个，带到长安、洛阳去出售，肯定能赚一大笔钱。以后都别跟我抢了，我今天可是有备而来的，不怕花钱。各位贵客，好啊！按云顶仙街的规矩，入夜之后才需佩戴面具。大白天就戴面具的这几位，是怕露富吗？如今云顶仙街名声在外，有一些远道而来的客人，不知道规矩，无妨。来的都是客，戴不戴面具，只要是怀里的金银扣，都可以参加拍卖。现在拍卖正式开始。今日有30个云顶雅奴要卖，这是第一组，10个。这人怎么不阴不阳的？我倒觉得像是宫里的。哎，这是云232，今年25，四肢健硕，性安静，喜劳作，还会跳胡旋舞。转一圈，来。转，转起来，安远客栈，那个寻找侄子的老伯。阿传本出沙洲，跳胡旋舞跳得好。他来信说，云顶无业界，他欲来投奔我，想在这里跳舞。苏明，那老伯是说他侄子叫阿传吧？没错。阿传，停。台下这位姑娘，你刚刚是在给她起名字吗？她确实转得好，你若是喜欢，你可以把它买回去。你愿意叫他阿传，你就叫啊。他确实跳得不错，我也是情不自禁，只是不知道他从哪里来。所有的雅奴都是一语而得，但具体是哪儿我不能告诉你，否则我云顶仙街的生意还怎么做呀？现在开始拍卖，雅奴232，3万钱起拍。3万钱，贵了。贵？你现在觉得贵，等你买回去用过之后，你就会发现一个字：太值了。3万钱，我要。3万2千钱。3万5千钱，我最喜欢看胡旋舞了。3万8千钱。4万钱。4万
5000钱。这哑奴壮士，我要定了。还有没有人继续加价？我从5数到1，如果没有人加价，那就算成交了。5、4、3、2。10万钱。一雄，多少？人家出10万钱，这价钱，咱俩可就没缘分了。这位公子，云顶仙阶无戏言。你刚刚叫了10万钱，你既然喊了，就得出得起，否则你走不了。既叫得出，一定能出得了。10万钱一个，今天所有的哑奴我全包了。不是还有20个吗？都叫出来，我好验验货。你若是真的来买哑奴的，就按照云顶仙阶的规矩，一个一个的来。如果你是来捣乱的，我何玉郎可不会对你客气。捣什么乱？30个，我全要了。亮出金银。可以，但是你也得答应我，成交后确定保人，然后一起去官府立试券。如此，那我也能知道这些卖主的真正身份，也能知晓这些哑奴的来源是否合大唐的律法。你先亮出金银，试券之后定会给到你，公子。那可不行，按我大唐律法中杂律规定，凡买卖奴婢者，已过价而不立试券的，过3日吃30。看你如此含糊，是想让这些远道而来的买家跟你一起挨板子呀？试券拿来，给你看。这是云232的，你自己看。奇怪，立试券需买卖双方都到公谢，你这些哑奴都没有找到买家，居然手里就拿到试券了。这个你就不用管了，你只需在上面填写好买家的名字即可。为防止良人被非法买卖，律法还规定了，被卖的奴隶需亲自确认自己的奴籍，而非良人。云232，我问你，你出生在何地？父母是谁？因何成为奴隶？接着问呢？我卖的是哑奴，你让他如何亲口说呀？不能亲口承认，就是非法买卖。你这个云顶仙阶，要害这么多人，一起跟你触犯大唐律法吗？说的可真是好啊！你就是来捣乱的。
来人！帮我把客人们请出云顶仙街。行了，出去吧，出去！我们慢点的，领导。快点！走！快点！走出去！快点，走！快走！快！义兄，细菌，我们留在这儿，既帮不上他，还会让他分神。龙凌风的武功，你有啥不放心的？走。如果识相，赶紧释放所有雅奴，否则云顶仙阶被捣毁之日就在眼前。你好狂啊！玉郎，先把雅奴带走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。云顶县尉卢凌风违反约定，来云顶仙街捣乱，好大胆子！认出我来了，那我就不戴这个狗皮面具了。你又是谁？别躲在暗处当缩头乌龟，出来，让我见见你的真面目。想见我？须先问问云顶仙阶的索命13星答不答应。
这位兄台，你我合力去擒拿贼首。正有此意。暗箭伤人，你算什么东西？箭上有毒。走，快走！别让他跑了！走啊！这毒好厉害，恐怕是做不了了。多谢兄台舍命相救，陆凌风此时无法相报了。说什么屁话！司马亮，陆校尉，陆校尉，陆校尉！是有些呛，再熏半个时辰，可解你身上的毒气。你懂医？略通一二。之前听索隆说过，你有仵作之能。12年县尉，看也看会了。为何救我？因为你不该死。范阳卢氏，我只当你门荫入仕，没什么真才实学，没想到还是个文武全才。为何要救我？云顶仙阶不是一直在你的庇护之下吗？庇护？哼！我早就想捣毁他了。庇护？哼！我早就想捣毁他了。陆县尉您醒了，太好了！我已经告知苏先生和喜君小姐，您在司马县尉家，小伤并无大碍，关键是怕他们着急嘛。是小聋子告诉我你要独闯云顶仙阶，我才去了。还好，见识了前金无畏中郎将以寡敌众的雄姿。你这把横刀不错，只是并非我大唐官方制式。百姓打的刀，令我时刻不敢忘记百姓。陆县尉，您这句话，司马县尉以前也说过。司马县尉，司马县尉，哎，你别生气嘛。金鱼坊那处所在，已经荒废多年，老百姓都说，再荒下去就要闹鬼了。如今有人出重金购取，更要打造云顶仙阶，与云顶夜市遥相呼应，这岂不是大好事？夜市乃正常经营，可他们要搞什么猎杀游戏，岂是大唐律法所容啊？哎，你没看出何玉郎是何等人物？宫里出来的，此次是奉旨西来。旨意在何处？这人家能给咱们看吗？再说了，县令才到云顶2年时间，就要高升，要不是天子身边有人帮忙，能升得这么快吗？司马兄，你在云顶可是当了10年的县尉，知道为什么一直不升吗？但朝廷早把你给忘了。未来，咱云顶靠仙阶通天，对你我，不都是好事吗？啊？司马县尉，司马县尉，司马县尉因何不快？提议取消夜禁，开放夜市，我心中无私。哪怕自己经营酒业，也是为了富饶云顶，因为时刻不敢忘记百姓。我始终扪心自问，而今他们要搞什么云顶仙阶？若不伤我云顶百姓，还则罢了，否则我司马亮绝不答应。
当时的县令已高升，而我司马亮却被罢官。听说司马兄跟那何玉郎有些交情，他到底什么来路？真是从宫里出来的？谁知道？前几天还请我喝过酒，我百般套话，何玉郎却丝毫不露马脚。我只知道此人是宋商的一个同窗带到云顶来的。可是一个叫赵雷的。没错，就是这个人，秦州人士。这么说，司马兄见过赵雷？见过。刚才小聋子提到的那天，同席共饮的就是他。怎么，也找到你那里去了？哎，他的兄长赵雷确实是我的同窗，可根本没来云顶找过我。宋商在撒谎。既然司马兄一直有所戒备，就没有怀疑那些人口失踪案与云顶仙阶有关？当然怀疑过。可曾查过？查过。如此，烧毁卷宗之人，应是怕司马兄探破真相。不，那些卷宗并没有被烧毁，都在我这里。我是担心新任县尉与某些人蛇鼠一窝，我卸任后，这些卷宗留在县县，反而不安全。故借毛贼放火之际，将其转移，现尽数归还。卢兄若要治罪，司马亮领了便是。索隆不是说卢凌风已无大碍了吗？别再想了。我是在担心姬师公。喜君，你看这可是云顶仙阶的模型。正是，一休好眼力。我之前就觉得像，有你的验证，那就错不了了。从这模型的古旧程度看，至少应该有20年了。这宅子之前住的是吕仙客，模型与失踪的侍婢师吕仙客又有何关联呢？县令，下官敬您一杯。好，喝酒呢？怎么不叫我啊？卢县尉来的正好，县令刚才还在夸你，这么快就破获了一桩命案。是啊，有宋商和卢凌风，你们俩是左膀右臂，我黄甫坦，我真是太有福了。来来，喝一杯，喝一杯。哎，坐。破获一桩命案不算什么，县械所失卷宗214卷，已全部寻回。其中有人口失踪案109桩，我刚才草草翻阅了几份，竟发现多处疑点指向云顶仙阶，请黄甫县令立刻查封云顶仙阶。这可不行啊！县械与云顶仙阶早有合约。宋商，我曾问起你同窗赵雷之事，你当时怎么答复我的？他并没来过云顶啊！你撒谎！当时黄甫县令尚未到任，是你向前任县令引荐的赵雷，提出经营云顶仙阶，并开设猎杀游戏。这怎么，还想让我再找证人吗？是，赵雷确实来找过我，可此人忘恩负义。自从他拿到了云顶仙阶的经营权以后，人就不见了，故不愿意承认他来找过我。又怎么样？又怎么样？来人！在。我怀疑宋商与人口失踪案有直接关联，先将他捆了，下云顶狱。待查封了云顶仙阶后再审。是。你
哎，县令，左旗长，你们先下去。大胆索隆！我黄甫谭乃云顶主官，我的话你们不听。哼！是。县令，卢凌风。宋商可是你的上司，你要拿他下狱。人命关天，卢凌风顾不得许多。有本现在，你没有这个权利。此案涉及多条人命，又有多名失踪者危在旦夕。特使卢凌风请求特办。幸好这朝廷的密旨，我皇甫一直带在身上。大理寺少卿卢凌风，居功自傲，以致失察，故坐迁韩州云鼎尉，以求断其秉性。若其潜心锤炼，只需鞭策；若仍胆大妄为，卢凌风。后面你自己看吧。不得外宣，我和咱俩祖上有交情，才透露的。据此模型用兵，可速破云顶仙阶。现如今最关键的是要快啊！我们迟一步，老费就险一分。龙凌风，要速下决断啊！卢凌风，义兄跟你说话呢。我听见了。仙阶与县械有合约在先，我这个县尉管不了。管他什么合约？难道费叔有难你不救吗？县尉的官职虽小，却是朝廷任命的。楚樱桃，你一个江湖中人，这其中的道理，你听不懂。江湖中人，还真不懂得如何才能保住官位。既然不是一路人，以后不再相见。卢凌风，没有你说话的份儿。喜君，还请别再添乱了。告诉我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何意啊？今日你卢凌风，不像我认识的那个卢凌风。云顶仙阶是诡异莫测，不做准备贸然前往，确实容易中了埋伏。我也知道你受了伤，不是已无大碍了吗？如今找到了这个模型，应该即刻研究用兵之策，趁着天亮一举剿灭之才对啊！更何况你已经打草惊蛇，你就不怕那些奸邪组织之人逃之夭夭？谁跟你说是奸邪组织？那些哑奴，你亲眼所见啊！来历不明，且皆呆傻，又不会说话，这不正对上了云顶频繁出现的人口失踪案吗？只是推测而已，没有证据。那你当如何？继续寻找证据。若指向云顶仙阶，请县里出公函，与之商讨。你说什么？是我没说清楚，还是你没听清楚？老费已确认失踪于云顶仙阶，你不救？身为县尉，不敢有私。那清溪呢？命案套着人口失踪案，这不正是彻查云顶仙阶的理由吗？你在教我怎么做县尉？
我知道，一定是黄甫谭或者宋商从中阻拦。他们虽是你的上司，可如今人命关天，有时越权行事也不算什么大错。我听说，云顶仙街是上一任县令在时主张经营的。我想，黄甫谭不会为了上一任的事儿跟你撕破脸。再说，就算撕破脸，又如何？陆林峰，若是能捣毁这害人无数的云顶仙街，咱们此次西行也算值了。住口！你是不是忘了，你只是我的私人主簿？不对，黄甫县令说了，在云顶只能称管家。不管是管家，还是私人主簿，苏某不干了。陆凌风何在？无能之辈。义兄，站住！从现在起，你就待在县县，不得离开我半步。卢凌风是指不上了，你我当如何？趁天黑之前潜入云顶仙街，若救不出老费，便陪着他死。你仍按原计划去探那个美参殿。老费是咱们的朋友，咱们的恩人，还有那个清溪也同为生命，不可不救。老子不等什么海整时刻，我就在这睡觉，到明天早上领赏钱。怎么样？好了，琳娜，过来帮我一下啊！好，撒手。你确定要这样？为救老费，得探破此诡案。宿命虽死无憾。没事，只要你不出来，应无性命之忧。天黑了。我知道。你知道义兄和樱桃要去云顶仙街，还不有所作为吗？我无能。卢凌风，义兄白天问的话，我再问一遍：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会变成这样？我本是相信你的，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的胆识和勇气。但现在看来，我错了。干什么去？云顶仙街就近施工。愚蠢！卢县尉，怎么对一个女孩子说这么难听的话呀？有失范阳卢氏的风雅。裴小姐，我听说令尊是前吏部侍郎裴坚，到云顶后，你还没把自己的身份亮出来吧？哦，那就好。今晚酒席宴上，让黄甫县令、宋县长多敬你2杯。我可没心情喝酒。从长安到云顶，跋山涉水，裴小姐一路同行，与卢县尉的关系也就一目了然了。此时他虽稳坐县县，却心急如焚。裴小姐要想帮他，今晚这顿酒得喝好呀。这位是前任县尉司马亮。
今日我被毒箭所伤，就是被他所救。司马兄值得信任，喝酒确实可以解忧，但今日我刚与他们吵翻，不知……放心，我已经替你约好了。裴侍郎的千金，哎呀，陆凌风，裴小姐随你来到云顶，你怎么不早说呀？怪我，小女不想惊动县令县丞。再说，家父已被贬局县。被贬？那只是暂时的吧？我听说新天子所倚重之臣，多数都是裴侍郎提拔的，怕是用不了多久，令尊就会重返京师，入朝为相了。啊，倒是有这些传闻，不过都是传闻而已。裴小姐，请上座，请上座。亥时已至，半个时辰后关闭大门。届时未退出者，视为参与猎杀，生死自负。马上就开始了，快点！娘子真来了。既已约好，又岂能失约？只是外面那2个红袍怪人吆喝什么呢？听着好烦人。白日里，你不是说你知道云顶仙界的规矩吗？知道啊，我戴了面具。看亥正时分，即将开始的猎杀游戏。哦，也听说过，那些店主都仓皇而走，你为什么不走？那不是和娘子有约吗？笑死人了，鬼都不信你。你跟他们是一伙的吧？待会儿你会不会猎杀我呀？娘子这么美，我怎么舍得？哦，真是一伙的。不，这是云顶仙街的老板，是我的好友。他喜欢美参。他每次来我这儿美参，我都不收钱。作为回报，猎杀游戏不得骚扰我的店。你看，这么多颜料花样子，要是允许藏人再来猎杀，那要糟蹋成什么样子，还怎么做生意？当然，在我这里躲过一夜的人，也不能领取酬金。在你这里躲过一夜的人，都是女子吧？是，但你是最美的一个。瞎说，我还认识一个，不仅人长得美，舞跳得更美。哪有？娘子，你想画什么？画在哪里？芍药，含苞待放的芍药。画在哪里？肩头，一边一个。你不是来美参的吧？不美参，冒着被猎杀的危险来找你，就只有一个目的了，找人。那娘子叫清溪，善舞，肩头各画了一朵未绽放的芍药。前夜亥正时分，她来找过你，人在哪儿？我怎么头晕了？头晕，你坐会儿，休息一下。你刚说那女子是在我这儿画的芍药，不过前夜没来过。
你弄错了。想见清溪还不容易吗？先跟我缠绵一会儿，亥正时分把你卖上去，自然就见到了。你仙府解迷香的药我就不能，赶紧说，人让你卖到哪儿去了？上面，他们要找漂亮的女子做女哑奴，买家是从长安来的，10万钱一个。你卖了多少钱？300钱。混账！你卖了几个？4个。我答应他们今天晚上再卖2个。2个？除了我还有谁？柜子里。求求我！前夫这个畜生奸污了我，他还说要把我给卖了。云顶这地方风水就是好，常来贵人。记得2年前，宋县城那位同窗可是带来了大人物啊！不能跟裴小姐比。喝酒，喝酒。皇甫县令，宋县城，今日怪我太过莽撞，说了很多不该说的话。现在借司马兄的酒，敬2位全当赔罪。客气了，客气了。卢凌风敬酒，我自要相陪。来，你干！卢兄是因为什么事情赔罪啊？不会是云顶仙阶吧？司马兄还真猜对了，就是云顶仙阶。我很好奇，云顶县为何会允许它的存在？年轻气盛。当年我和你一样好奇，不过自云顶仙阶开业后，我就心服口服了。你以为4面8方的人往这儿跑，仅仅是因为云顶是美酒之乡，仅仅因为这里不禁宴，有夜市吗？不对，上一任云顶县令不到2年时间就提拔为沙州长史，那是因为云顶的赋税是韩州之最，这赋税2大支柱。一个是酒，另一个就是云顶仙阶。哦，有钱人来到云顶仙阶是必游之处。卢县尉要是把他查封了，这皇甫县令和宋县城可是要跟你没完呐！既然司马兄提到了此事，那我就说2句。关于云顶仙阶的猎杀游戏，大唐确不曾有过，但是长期存在下去，会不会破坏本地的公序良俗呢？这一点卢县尉不必担心。这是我整理的名单，早就请皇甫县令过目了，你看了就知道。迄今为止，死于云顶仙阶的地痞、无赖、赌徒共计306人。我不敢说我云顶县完全风清气朗，但奸恶之徒至少被清除了70%以上，有前科案底的被清除了90%以上。我到任之际便有判断，为了发横财到那楼中亡命一搏的，多数不会是什么好人，故而我才支持。原来是这样。虽然其中死者也有少数良善，可做什么事儿都不可能万全嘛。多谢皇甫县令的教诲。不敢不敢，喝酒。皇甫县令，宋县城，我敬2位一杯。裴小姐就别敬了，
我一直看着呢。我们每次都是一饮而尽，裴小姐每次只是抿上一小口，这个敬法我们可没法喝呀。我敬酒只喝一口，但被敬之人要全喝完。这规矩啊，是公主定的。啊，这……去年在洛阳，卢凌风力战天铁熊，从怪物手中救下了公主。为表感谢，公主邀我们同饮。席间，公主敬我一杯酒，我不知深浅，一饮而尽，就喝醉了，却醉倒在了公主的怀里。公主也没命人叫醒我，就那样让大家接着喝。醒来后，我吓坏了，连忙给公主赔礼，但公主却说，从今以后，在大唐境内，我与任何人喝酒，只需抿一小口，但对方必须喝完。云顶当然算是大唐境内。等我回到长安，我一定会和公主说，皇府县令和宋县城很照顾我和卢凌风。县令，抱歉，之前未讲明实情。此番西行，是公主命裴小姐随我前来的。好，裴小姐敬酒是我的荣幸，我干。宋县城，公主虽比不了新天子，不过朝中宰相多出自于她门下。您这是不给公主面子喽？哪里，我干。太正时分，猎杀既起，见得晨曦10倍金银，先接金银垂4瓜，舍命一搏就能摘到了。不是2个吗？那个还没有画好，明日再送上去。此时已过亥正，想安全离开是不可能了，也不能叫那些杀手进来。一旦情妇的尸体被发现，咱们俩就危险了。女侠，是你救了我，我是在偷听你的。别杀我！别杀我呀！放几个月前，你小子早就没命了。现在我们可舍不得杀你。看这小子身强体壮的，一定很值钱。走，陪你喝好酒去。走。我黄甫谭绝非贪杯之人，身为县令，我喝酒，大家就都喝酒，以酒为生的云顶人就有钱赚了。我这叫无为之治。说得好，我再敬你一杯。不喝了，不喝了，再喝我就醉倒了。皇甫县令，我替家父敬您一杯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多年前您来过我家。裴小姐如果不提，我都不敢说。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小小的县尉，我就怕裴侍郎记不住我呀。那日走后，父亲说皇甫谭面容平和，内藏锦绣，他日必成朝廷栋梁。真的？裴侍郎对我竟有如此评价，我黄甫谭干！哎，
我内急，失陪一下。宋县城，茅厕不在这边。哎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一步。那可不行。你什么时候跟司马亮混到一起的？你们故意把县令灌倒，意欲何为？看来你猜到了，宋商，你要去云顶仙街报信，那可不好。还是回去接着喝吧。龙凌风，你想动云顶仙街，你别忘了那道圣旨！我现在就把你就地罢免。宋县城，这皇府县令喝多了摸他身上的东西，算偷还是算抢啊？这东西不是皇府县令的，这是……你个被罢了官的，跟龙凌风勾结在一起，有何好处？你得掂量掂量。是罢了官，白衣之身更自由。来吧，我敬你3碗。我不喝。宋商，今晚你只有2个选择，要么你喝醉了什么都不知道，要么我喝醉了横刀乱舞，让你什么都不知道。陆凌风，原来你早有准备。只能出此下策了，不然被就地免职，我一兵一卒都调不了。刚才宋商说的密旨是为何物？1、2句话说不清楚。西君，你立刻帮我起草一封信给陆都督，把今日之事的由来写得清清楚楚。我要跟你一起去云顶仙街。怎么，你担心我？可云顶仙街凶险，你若去，我更会担心。那我留下给陆都督写信，你一定要多加小心。我会的。多谢司马兄及时赶来相助，否则陆凌风绝想不出这么好的对策。这小聋子耳朵灵，知道你有难处啊，特意跑去告诉我的。司马兄，我着实费解。这云顶仙街，那些楼宇始建于20年前，原想效仿长安鬼市，为夜间想做生意的人开放，结果因建在山中，且监工者偷工减料，大殿坍塌，侍婢师吕仙客的2个儿子就在那次事故中被砸死了。等等，吕仙客的儿子负责督建工程？不，他们想工程结束后成为云顶鬼市的经营者。后来吕仙客一直带人重建，终于在几年前竣工。可由于死过人，老百姓颇为忌讳，所以原本的计划迟迟没能实现。那时我已是云顶县尉，综合地理位置、往来客商的需求，更为以酿酒卖酒为生的云顶百姓谋福利。提议取消夜间，在县城中心开放夜市。吕仙客极为反对，说我是云顶最大的酒商，推行此政就是为了自己卖酒，甚至多次去州里告我。只是最终，夜市开了，他的仙街毫无价值。直到2年前，宋商的同窗巧舌如簧，
回銮更号称是宫中之人，县令想高升，必要攀附，更何况有高额赋税，最终签下合约，猎杀游戏由此开始，吞噬着性命与金银。我虽反对，可他拿夜市要挟我，要关一起关，要开一起开，云顶不夜禁，富了百姓，繁荣了贸易，是我司马亮为官12载最大功绩，我又怎么舍得？只能忍到现在。卢兄既已看过模型，应该对云顶仙阶颇为了解，那就分兵吧。小笼子、王三儿、马喜，在。此3人已随我多次从后山摸上过云顶仙阶。大殿及周边几栋楼中，应有多处暗藏杀手。今日射中你的弩箭，就是他们干的。若想一举拿下云顶仙阶，必须先清除这些杀手。你们3人配合卢县尉。是。司马兄，清除杀手的事就拜托你了。我身为云顶县尉，应带队正面进攻，方能起到震慑之效。你是忘了云顶仙阶的所谓规矩了吧，卢兄？我戴上面具，就是现任云顶县尉。怎么，不放心把这么多人交给我？不是的，司马兄。别说了，我们欲捣毁云顶仙阶，定擒贼先擒王，而他们难道不懂得这个道理吗？我从正面杀入，替你吸引明枪暗箭，一旦我有失，你再现身，方能起到震慑之效。不行，就这么定了。我一身白衣，死不足惜。可你是云顶县人县尉，你若有差池，此战必功亏一篑。再被那宋烧反咬一口，你当如何？听为兄的，就此分兵。卢县尉，跟我们走吧，这里有条近道。诸位，随本县尉直捣云顶仙阶，行军1刻之内，掉队者斩。是。情妇送来的是，说好了2个，如今只送来了1个。估计另一个他是舍不得了。情夫这个色鬼，改天把他也制成哑奴，就让他不停的画。小娘子虽称不上貌美，却也让人喜欢。等你以后变得听话了，我做你第1个主人。你们要干什么？清溪可在？清溪，他好像就是他，我之前在清风那儿见过他。先别着急，我自会救你们。饶命啊！你可真会藏啊！啊，告诉你，
这棺材每天都能拎出人来。起来！是我财迷信教，可我家里还有一个老母和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啊！这次就放了我吧，饶了我！倒是不杀你，不过以后你就不是你了，什么老母、婴儿，忘了吧。走，你就不是你了，亚奴。饶了我吧，饶了我！钱，二位，这就要走了，还有一个，你刚才躲哪儿去了？我躲哪儿了？用不着你管。我问你们俩，若是为了挣赏金，我是不是已经挣到了？刚才你俩可没找到我。不过那点赏金对我来说不算什么。我此次前来，是要见吕仙客。别跟我说他不在这儿啊！除非你们俩只是小喽啰，根本见不到这仙阶之主。可以了，拉出去，放入风箱之中。吹风的时间要长一些，如此五官就不易再恢复原状。主人，能叫出我的名字？啊，对，像书生。谁呀？带上来。是。饶了！快走！怎么会这样？先用酒腌泡，再施以神奇的手法扭曲人的五官，所得雅奴就无人认得了。吕仙客吕老，您好手段，您真乃仙界之客也。既知我名，你是谁？在下苏无名。苏无名，听往来商客提起过你和那卢凌风的名字，说你是狄公弟子，有些手段。老夫不想惹麻烦，主动躲了。可没想到啊，你到云顶没有几日，倒是离老夫越来越近了。如此说来，您是故意失踪，就是为了脱离我们的视线。是啊，可还是被你们找来了。我听说你只是那卢凌风的谋主书生而已，来送死吗？苏某天生对诡异之事就特别好奇，我不亲眼来看看，又怎知这云顶雅奴的来历？只是我有一事不解啊。那秦州赵雷不是你们的同伙吗？怎么也变成雅奴了？赵雷啊，2年前
他来到云顶，仗着和那个宋商是同窗，又巧舌如簧，把那前任县令骗得跟个傻子一样。我亲手设计的，死了我2个儿子才建成的这宏伟建筑，成了他的云顶仙街。我假意与他合作，还出了许多的金银。直到半年前，我觉得我不再需要他了，就把他扔进了酒池。谁知道他没有被淹死，没有渴死，没有饿死，只是傻了，哑了。我就运用柔骨之法，改变了他的相貌，把他做成了第1个云顶哑奴。我明白了，而后的猎杀游戏就变成了猎奴游戏，所有参与者皆被做成了云顶哑奴。主要是云顶哑奴供不应求啊，大把的金银谁不想赚呢？我还在炮制一批云顶女奴，她们个个都经过美神师的仔细挑选。你想，貌美女子没有废话，你让她做什么她就做什么。这样的女奴，10万钱一个，太便宜了吧？这倒满足了男人的欲望，一定好卖。哎，可是吕老，您都这么大年纪了，儿子又死了，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呀？一把年纪又如何？你看这是什么？你知道那些哑奴为何会变痴哑吗？因为他们的灵魂被我淹了出来，这便是那吸取灵魂的所在。只要我攒够1000个人的灵魂，我把它一次享用，便可以长生不老。主人，别跟他废话。我还有一事要问。说。每日都有在猎杀游戏中胜出者得到赏金，那不会都是你的手下假扮的吧？当然，否则每夜送上门的怎么会络绎不绝？哎呀，吕老真是高明。少拍马屁，很快，我便会让你从这高处坐着滑梯，如梦幻一般滑入我的酒池，经过精心腌泡，打捞上来，我亲自给你牛骨。嫡公弟子做成的哑奴，我得卖多少钱呢？20万？不，我要留你在身边自用。若如此，苏明多谢吕老。这人是不是傻呀？哎，二位兄弟就别笑话我了。受人排挤、算计，不得不从长安逃到了云顶。这一路上就有3波刺客要杀我。我每天如惊弓之鸟，如丧家之犬。想我苏明，虽师从嫡公，却一事无成，漂泊半生，如今还是白衣之身，又惹人妒，遭人恨。每天有多少人要置我于死地啊！人生于我何其苦啊！今日一见到吕老，就觉得格外亲切，甚是崇拜。您能收我为徒吗？您制作哑奴这绝技，他得有传人呐。主意倒是个好主意，只是你是在骗我，我不会上你的当。
我不想再看到这个人了，把他扔到酒池里去。等一下，把我扔进酒池，变成哑奴，倒也了却了我此生诸多烦恼。吕老，请再受苏明一拜。书生之怒，血溅五步。老贼，你轻敌了吧？你们俩把刀放下，不然我现在就摸了他的脖子。好，太好了！你赶紧宰了他！你宰了他，这云顶仙界就是我一个人的了。玉郎，你在说什么？快救义父啊！呸！我是看你手上有金银，云顶有势力，才叫你一声义父。现如今死去吧！你个假宦官，你竟敢背叛我！我当然是假的，是你和宋商赵雷串通一气，逼着我冒充宦官，伪造书信骗那个杀县令的。再说，我原本就是和赵雷一起来的，对你哪儿来的背叛呢？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杀了黑玉郎！义父，老东西，你也不看看，如今这云顶仙阶，红袍、绿袍，哪一个不是我的亲信？索命13星，还不都是我江湖上的朋友？哦，对了，还有他们。主人，玉郎，我一直对你细心栽培，委以重任，你怎忍心背叛我啊？你呀，年纪大了，自己干不动了，就想找一个人来帮你干活。可你这个人生性多疑，你不信我，利用权力来试探于我，还找了2个人来监视我。我这个时候要是不再做点什么，怎么对得起你的试探呢？背信弃义，背信弃义之徒！说我背信弃义，那我也是跟你学的。还有你苏明，你可真是狡猾多端呐！刚才你那一招扮猪吃老虎，精妙绝伦。抹了他，抹了他的脖子，杀了他！啊，不舍得。那你们俩就一起下去吧。过些日子，我来为你们扭骨，亲手把你们2个变成一对云顶的老哑奴。苏明，老费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我老费贪杯才被弄到这儿来的，可是苏明你怎么也……我是来救你的。哎呦，太好了！你不是也跳进来了吗？你还怎么救我呀？我要是救不了你，就陪你一起死。跑！
泡在这里这么久，怎么还这么清醒？不像他们似的。嘘，还不是因为有那个醒酒珠。赵宇，过来，快吐出来！苏先生，我不听劝告，恐怕要跟我二兄一个下场。快，喊一会儿，要不然待会儿你也晕了。哎，赵宇，就是那个人，就是他，把你哥赵雷变成了哑奴。老贼，老东西！饶命！老贼，我杀了你！好了，老贼，你想用这种方法吸走人的灵魂，真是痴心妄想，荒谬至极！你们懂什么？你快喊上吧，一会儿你该晕了。是。老东西，还指望他长生不老？做梦！云顶县尉卢凌风，奉命查封云顶仙界，尔等还不束手就擒！兄弟们，跟我出！不予顽抗者，杀！真正抵挡热血流淌，不放手真相。谁在夜里无名之处？默守一念希望，照亮黑暗，心怀此生信仰，踏遍山河皆无恙，是心破滚烫，烧出一道光，誓言中悲怆着世上，苦血流淌，正义的渴望，英雄有泪不轻扬，只怕繁华悔不当。只身无悔的前往，寻找一个真相，守住这颗心燃烧的滚烫，与君同在无尽里奔向。什么？不可能！是真的，你来看。来得好啊！既然来了，我就让你有来无回。你们这帮亡命之徒，各自的底细本县尉早就摸清楚了，非匪即盗，个个负命案在身。如今躲进这云顶仙街，号称什么索命13星，今日你们的好日子到头了，还不放下武器，束手就擒！云顶县尉卢凌风在此，交出贼首，投降者不杀。
射死卢凌风，我射死云顶县尉。司马兄，司马县尉，司马县尉。 司马亮，伤势如何？陆县尉，莫分山战有出没。把我耙子拿来。主人。 里面的当心了！司马兄，司马兄，云顶不夜进，富了百姓，繁荣了贸易，是我司马亮为官12载最大功绩。哎，我听说朝廷给云顶下了一道密旨，上面写了什么呀？珍妮有必要知道吗？啊？卢凌风。 不光义兄想知道，我们都想知道。大理寺少卿卢凌风，居功自傲，以致失察，故左迁韩州云顶尉，以求断其秉性。若其潜心锤炼，只需鞭策；若仍胆大妄为，卢凌风，后面你自己看吧。 若仍胆大妄为，或越级行事，亦或谤毁朝廷，可就地免职，押解回京。卢凌风身边常有蛊惑之人，素无名等，可就地正法。哎呀，竟有这道密旨！我苏明真是个人物啊，连当今天子都一直惦记着我呢。
这云顶邪门的事儿可真不少。为了开设仙阶，什么宰相密函、都督的信都是假的，连这道密旨也已真伪难辨。哎，你不用安慰我，被天子惦记是好事儿，无心甚慰。不过卢凌风啊，卢凌风，如今的你，比当年我在长安初见时的你，已经脱胎换骨了。何出此言？你若意气用事，当即就得被解除官职，也就失去了指挥捕手的权利。没有人手，攻破云顶仙阶就成了空谈，更救不出老费。我苏明也得跟着掉脑袋。可你这一忍，是万全之策呀，忍得好，忍得妙，苏明敬佩不已。陆凌风，那日我错怪你了。但是，确实是我们迟一步，老费就险一分。但我笃定，老费是神仙中人，不会有事的。不过最重要的是，我是无能之辈。嘿嘿，这就又回到了从前的陆凌风，小心眼，记仇。云顶的朝阳又升起来了。给我口酒喝，我娘的长生罪啊！我娘的长生罪啊！二位仁兄，云顶仙阶已彻底查封，有关重新实行夜禁的公示，我已经起草完了，还请卢兄过目。为何重新实行夜禁？卢兄，您一到云顶的时候，不是也反对的吗？云顶仙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夜市。而不做夜禁，早已是云顶的传统，且为百姓所乐见。我想，就不再改了吧。那苏先生的意思？我听卢县尉的。我已经知道了，你是狄公的嫡传弟子，又是卢县尉的师兄，之前是黄甫坛有眼无珠，多有冒犯。今日，我是真心想听苏先生的意见。苏某以为，夜禁只是手段，目的是为了安宁。若为官者都能施政为民，诚心为百姓做事，那么即便是取消了夜禁，我大唐也能清平安宁。苏兄高见。禀黄府县令卢县尉苏先生，截止至今日，已在云顶境内解救哑奴174人，暂都安置在云顶仙阶原址等待救治。好消息是，费技师费神医已经治好了3人。哑奴还能治好？看看去，请。扶你。不要。谢谢大哥，没事。会好。张嘴。
老费，黄甫县令来了，让他等着。费神医在给病人看病的时候就这样，还请县令。我理解，理解。带他去吃药。县令，神医，听说你已经治好了3个。经初步诊断和统计，共有哑奴174人，其中重症患者1/3，需治疗3个月方可痊愈。那轻症的呢？轻症嘛，1个月就好的差不多了。那他们的面貌，骨相，一个人的长相和他头骨的形态和特点密不可分。那个吕仙客所谓什么揉骨之法，那还难得倒我费神医？假以时日，这些哑奴的相貌皆可恢复如初。你是县令？正是。请坐。这些哑奴将近有1半都是良善呢。你是怎么做的县令啊？啊？听说你一天到晚只知道喝酒，你愧对朝廷，愧对父母，愧对苍生百姓啊！你是。行了，我这儿还要治病救人呢。老费，县令公务繁忙，专门来看你。你看你，县令，要不咱们……刚才骂得够狠啊！不会是苏无名教你的吧？骂人还用他教？我就是想趁此机会教训那个黄甫谭，让他知道怎么做官儿。费叔，了不起！季师公，你也别太辛苦了，今儿早点回去，我给你做好吃的。还有，我买了云顶最好的酒。那个长生醉呀，那都是腌制哑奴剩下的玩意儿，不能喝。我买的可不是长生醉，云顶红。云顶红倒是好酒，不过老费已经发过誓，不把这些哑奴都治好，我绝不再喝酒，滴酒不沾。什么？苏先生，卢县尉，费神医已将驱除肠醉、恢复记忆的药方传授给我，正点的手法我也学到了。我着急赶往杭州救我兄长，就此别过了。到杭州后，莫忘将药方和手法转授给关县，如此周围的乡县，甚至远在长安、洛阳的哑奴，也就慢慢都有救了。是。另外，等赵雷好了之后，需将他交给杭州的司法参军马蒙。云顶仙阶之祸由他而起，他虽亦受其害，但罪不可恕。这个我明白，我绝不姑息阿兄的罪责。赵宇，未来有何打算啊？这世间除阿兄之外再无亲人，他犯下这样的重罪，我也没脸回家乡了。只待流落江湖，死在哪儿算哪儿吧。你习得一身武艺，不如到陆思安陆都督的军中效力吧。也许未来立下军功，还能为你阿兄减轻一些罪责。只是无人推荐，陆都督帐下又岂是我能去得上呢？带上这封信，陆都督会收下你的。你能为阿兄舍命征战沙场之时，不会当逃兵吧？请苏先生放心，赵宇得苏先生推荐，定当全力报效，早立军功。
县令，您找我？二位，这是我刚写的。好字。确是好字，有皇甫太尉之风。惭愧，惭愧呀！今日被费神医骂的我是死的心都有了，我就怕皇权之下无颜面见祖先。皇甫太发誓，从今日起做个明白官，再也不喝酒误事，再也不听信小人的谗言，再也不……我想让云顶仙街即日起更名云顶医馆，由县协出资让费神医坐堂问诊，除了医治哑奴，也能造福云顶百姓。不知二位仁兄意下如何？皇甫兄能知错就改，苏民佩服之至。猎场改医馆，实为高见，就听皇甫县令的。细菌好了没有？鸡翅姑的胳膊都酸了。再坚持一下，马上。清溪，你这是？我听说，我还以为你……云顶狱里的宝康，已经在绝婚文书上签字画押了。以后我可每日来跳舞，没有男人等着伺候，更不必早走。不知掌柜的还愿意雇我否？哎呀，清溪呀，你说什么呢？最近没有你，客栈的生意差多了。还有，新任县尉卢凌风捣毁了云顶仙街，本县再无奸恶，他还支持开放夜禁。如今云顶夜市越来越红火，咱们也在夜市上卖酒，你愿不愿意去那里跳啊？愿意。